好，我们接下来关心核停坡放大决了。这一次呢，我们先前谈了非常多有关于华为的韬定律，但是当时都是理论，今天已经成型了。因为呢，来自于华为的韬定律有一个论文 V2 进化，说有一个实测的数据正式的曝光了。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是华为的新晶片这一款麒麟2026性能已经爆冲，而且功耗还是降低的。难道艾斯摩尔的 EUV 神话会彻底崩塌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50年来，我们知道这个全球半导体都在遵守的是摩尔定律，大家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电晶体要越塞越多，而且呢，这个先进制程要这个往更先进的方向去走，从28奈米一直进化到现在，我们在谈不管是3奈米、2奈米等等，好像谁掌握先进制程就掌握科技主导权。但是华为呢，我们今天要特别聊的这个韬定律，当然是已经彻底的改写了这一切的规则，并且呢，美国先前卡关中国大陆的 EUV 设备，现在华为也说，也没关系了，反正我们有一个韬定律的技术。好，最新劲爆的消息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在7月4号这一天了，华为半导体的业务这一位是他们的业务总裁何庭波，正式的发表了这个韬定律 V2 的一个论文，这个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再只是一个韬定律的概念而已，它首次公开就是实际的一个工程细节。好，什么细节呢？就是它是一个逻辑折叠的技术哦。华为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摩尔定律的概念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把这个城市盖得非常高，但是新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新思路是把城市往空中来做发展，也就是透过一个3D 的架构，把原本平面的电路变成折叠起来，提高整个空间的利用率，这是华为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过去美国跟台湾不断的在追求在奈米先进制程上面要一决高下，现在直接转成从先进制程转为这个架构，我们刚刚提了嘛，架构的这个竞争当中。所以我们立刻来看到实际运用在晶片上面，对于性能有什么样子的提升呢？把华为最新的这个麒麟2026，接下来会使用的是逻辑折叠技术的这一款晶片，跟它上一代的麒麟9030 Pro 晶片做相比，有3个它的大优势，包括电晶体的密度大幅提升了55%，CPU 的核心频率提升13%，重点是功耗还降低了大约40%。那么也来看到这个韬定律 V2 的几项关键技术，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帮我们就细节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析哦，包括它最得意的就是它的3D 的堆叠技术，然后也有使用混合的链合技术，更细致的晶片设计跟导入了 AI 来帮助晶片做设计。那这一次华为的韬定律 V2 奈米战进入到架构战，是不是也代表说从理论走向实作的验证呢？那上次哥怎么看？好，这一次这个韬定律的 V2 它在中研院他们的中科院发布所以它不是过去在这个所谓产品发布会上是个商业性的，所以它不止，所以它意思表示在商业性当中，同时兼顾了这个所谓的学术性。那我们看了这个部分的内容，还有我们现在看这几天当中评价，基本上简单讲就是它把整个作为华为相关的这个晶片，它强调的是它的这种时间的缩放就把控制时间，每一个迭代继续生产推出新晶片的部分的时间，变成是可以计算跟现前过去以台积电或西方国家的过去传统的这个最新的晶片技术，它是一个几何，它是一个空间，就是不断的缩小，摩尔定律是不太一样的。而这里头产生的部分呢，就变成可验证。简单讲，我记得有几个4大特色。现在韬定律 V2 里头，首先第一个是对于华为晶片，他们自己本身有个逻辑架构的晶片设计，变成是可以验证，甚至可以推算，甚至可以预期。这里头它特别厉害的地方，我认为大家都效能都会增加嘛，比如它增加13%。可是呢，华为的这个韬定律的晶片，未来它主要是能耗，它的部分能源可以节省，省到再去掉，省到40%以上。每一代的晶片都省，每一代的晶片都省，这个还是很吓人的。除此之外呢，华为自己本身的这种所谓3D 的这个架构堆叠，好。讲到这里头，现在全世界的晶片都在堆叠，包括台积电宣布的这个 SOIC 的 SOIC 技术也都是堆叠，大家都在堆叠。然后只说台积电现在来讲，3奈米、2奈米，每一个都已经2奈米，2奈米再堆起来的部分，它当然更厉害了，相当厉害。可是堆起来又2奈米，它就牵扯到散热问题。
能耗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这是台积电又厉害又得要面对问题。好，但是在华为这个晶片里头，它的3D 堆叠，刚刚讲，因为它的能耗能够减少，就它很独特的这个地方。再加上华为自己本身，它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运算的架构，包括晶片本身，晶片不是只有这个硬体哦，它本身里面还是有一个软体架构。所以像辉达的 AI 晶片就有他们自己的架构。所以华为这边有它自己非常独到的架构，而独到的架构就跟欧美的辉达的、台积电的专利一点点都没有关系，都他们自己的。好，而且这里头饕餮玉出来之后，第4个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全晶片都可以做，半导体晶片、AI 晶片，你能想象的，它全部都可以做。因为有时候一个东西你只能做特定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半导体晶片跟 AI 晶片其实不太一样。过去大家都觉得，你真的华为能做 AI 晶片吗？你现在不是要用半导体晶片吗？就发现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说以饕餮绿这个 V2，基本上就是这个4大特色。但是这里头我认为最大的关键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做华为能做晶片，最近大家在讨论说你这样做这晶片，难道不要用到光刻机吗？华为宣布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辉达都没有评论。因为辉达的冲击我觉得可以看黄仁勋或整个辉达公司都没有对此有正面或负面的评论。再加上在华为在宣布这个同时，前几天我们的节目里头提到，华为的晶片升腾950，特别是它的 PL 系统这一块的部分，它要在今年下半年就要在韩国卖嘞。韩国是一个 AI 运用非常多的国家，它现在非常只有1/4辉达 H20的价格，而且还是它的1.8倍的这个效能而且还它的 token 它的算力各方面都还要更省，所以。华为不只是，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就是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艾斯摩尔是不是有卖 EV 的光刻机到中国大陆？否则华为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个东西？所以华为这个东西饕餮绿不是莫测高深，就表示了这几年华为不只是在他们的晶片的研究走出一条跟美国、跟台积电、跟三星完全不一样的路，完全不受他们的专利的影响。在此同时，他们自己即使用 DUV 或者其他的部分，刚刚讲3D 堆叠上去的方式，也有他们自己本身的思路、自己本身的专利，而且重点是不是理论，现在都能够做出来。刚刚讲最新技术不断的论文在发表，让你看到说哇，原来这么详细。这一次公布的不只是这些概念是整个路径图已经全部出来。所以我们最后要注意的部分是饕餮绿在华为主导中国自己本身的半导体 AI 晶片出来之后，而且他说全系列都能做，所以大家非常注意这里头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范式转移，也就半导体 AI 晶片历经了几十年，在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技术艾斯摩尔，它是一个大的软体到硬体的结构，但是华为现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结构。所以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晶片当中至少有2大系统在做，不只是拼输赢、拼效能的一颗晶片，而是整个产业的部分发展？如果华为这个部分饕餮绿当中软硬体的部分，如同他们现在所发布的一样，那整个中国大陆的全新晶片的范式转移、新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不是接下来要迎接下一代的？大家都知道，下一代的半导体晶片已经都在研发了。那华为现在都追上了旧的、新的，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像过去的3G、4G、5G 的系统一样，也可能会追过呢？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华为带头，完全在晶片领域走自己的一条路。先前我们谈的都是在硬体，现在在软体方面，华为也自己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路当然，现在不管是这个辉达，或许也非常的紧张，艾斯摩尔也很紧张吗？那舰长又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其实中国大陆这次想尽办法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大家想得到的，他们被卡脖子吧，你要找另外一条路。但是其实这还是次要的，因为你卡我脖子，我们努力，我终究会突破。他是真正的看到这个晶片界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是物理的极限，你不可能无限的一直缩小嘛。现在已经到了2奈米、1.4奈米，你继续下去希望怎么样？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一个，其实我们不是说它有多小或怎么样。我们应该是在乎它最后的结果。我一个任务交给你，多快能够算出来？然后他们就想，我是不是能够用另外一个方法，能够避开原始以前的晶片就是比速度。那我能不能想个别的方法？他们在2018年就由华为带头，总共投入了上万的工程师，都是第一流工程师，在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研究。第一，他们在找说现在的
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好比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者，就是 CPU， 我就有个几千个人在这里工作。你以为这个系统里面这些人永远都在工作吗？没有，他大部分时候是闲着。为什么？我做这个事完毕，我要传给这个思敏，这个路程中经常被卡到、塞到，因为有好些人在这传来传去，他们就发觉，大部分的 CPU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它都在等待。那我们能不能让它等待的时间变短？如果它等待的时间变短，那我们是不是整个的效能就提高了？知道？他们就从这个方面去发展。我也说了，这么多年来有上万的工程师，结果他们想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台湾有很多高速公路，1号、2号、3号、4号，好多，但是如果这某一条路塞到，是不是就塞到了？他们就想到，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个立体的交流道，然后我这高速公路一层层叠上去？好比说我走到这里，突然塞了，那在这里有个交流道上去，我可能到上一层；那里有塞，我可能到又上层。基本上他的想法就从2D 跑到3D，然后架设了很多的这种交流道，然后就疏通了它的速度。我要这个东西，我要传到你那里去，它很快会传到。那以前要经过这里挤，那里挤堵。就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工作，这就是他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那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一个改变，就像那个我们胶片，当初的摄影的胶片转到数位，你知道，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一转过去，原来的就真的是没用了。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取代原来的？我觉得还待观察。是。好，那我们像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我们最后1分钟即可，谢谢干哥。其实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像刚才上次所讲到，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一直在，它现在很简单嘛，你本来是时间微缩，本来是几何微缩，那你现在用成时间微缩，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说你往上叠，就是说折叠架构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碰到散热问题。对，老实讲一句，散热问题，好像不是现在的科技所能够理解的。所以何庭波他所讲的这个，其实老实讲一句，国内的产业科技界曾经有给他肯定说厉害，你会想得到这个。也许真的，我跟你讲，电晶体你要再怎么说呢？你要再怎么说，你现在已经到1.4奈米，台积电说我2028就可以做了，然后你就想想看，然后何庭波说没关系，我2031年一定会追上台积电，可是到时候台积电可能就不止了。难道还要比1奈米还小吗？那人类的技术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阶段？我觉得华为他自己走出来他自己的一条路，非常好。但是它有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你没有 EUV 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没有办法就跟美国那个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对，你要自己必须要建构出一条新的路来走，但是它是不是实际可行之路？其实所有的产业界都在看。不是光是只有华为在拼这个，然后台积电啊，还有三星啊等等，大家都在看，这到底这条路是可行之路吗？如果它的功耗能够降低41%，那它换来的代价是什么？产业界都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逻辑是通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上面，能不能达到商业化的要求？不要忘记，也有人提出来，华为现在可以这样维持它的良率，是因为国家在帮忙。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一旦你跳出商业，就说你在商业竞争里面，你没有了国家支持之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是不是更大？所以我们应该审慎的再继续观察下去。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